各位合伙人都在，那我也说几句心里话。从大学毕业开始，我就在为第二拼命，10几年了。第二的利益就是我的利益，所以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做出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。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。从江达林接任总裁那天开始，一次又一次的因为鲁莽和不专业，给公司带来无数的麻烦和困难。所以我认为，江达林不具备带领我们前行的能力。所以我提议立即召开董事会，重新讨论总裁的任免。小错可忍，大错难容。既然江达林置我们所有人的利益不顾，那我就没什么话可说了。老规矩，举手表决吧。同意召开董事会的，请举手。我反对，不好意思。多大的事儿啊？至于吗？魏哲，你确定你想清楚了吗？你想清楚了吗？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逼宫。大火都烧到家门口了，现在我们不一致对外，在这搞内讧、搞政变。不安内怎么攘外？火源不灭，外面的火永远烧不完。别在这吓唬人了。各位，这件事没这么复杂啊。CEA 那边，你们该道歉道歉，该安抚安抚，就跟他们说，这个案子是我魏哲以个人名义接的，跟 DL 跟江总都没关系。你幼稚不幼稚啊？你这个解释 CEA 能接受吗？你是谁？你是公司合伙人，高级副总裁。你接江达林接 DL 接有区别吗？这个合伙人我不做了，行不行？现在就去放消息，说我已经被 DL 开掉了，这件事跟你们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我从小到大没被别人这么指着鼻子骂过，全世界投资公司死光了，就剩这么一家了，没他们活不了了吗？为点投资尊严都不要了。现在就2条路，要么跟他们干，要么咱们认怂。反正我是不会认怂的，我会跟他们干到底。至于你们要不要跟我把关系撇清楚，你们自己考虑。魏哲到底想干什么？这是公开要跟咱们对抗啊！你小声点儿。我就想让他们听见。哎，魏哲这么一直护着江达林，可就不讲理了。江达林今天犯这个错，魏哲至少得负1半的责任。他不是口口声声的说江达林是自己的学生吗？这就是他教出来的学生，2个人一丘之貉。Stella， 你发个话，怎么办吧？以魏哲的能力和资源，他根本用不着到第二来趟这趟浑水。我就不明白了，江达林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他靠什么搞定了魏哲？能有什么呀？不就是魏哲想追他吗？他就是为了维护江达林。我觉得魏哲应该不喜欢江达林这种类型的女人，她是不婚主义者，这一点我相信。她为什么呀？为了钱？为了名？难道是觊觎 DL 总裁的位置？那他想都别想。这事交给我，我去找邱总和蓝总谈，开董事会罢免江达林。魏哲已经跳出来了，还怎么开董事会呀？江达林、李总、魏哲他们加起来的股份比我们合伙人要多得多，话语权已经在他们手上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，这事儿咱们就这么忍了？邓曦我是了解的，
这件事情可以挽回的余地已经不大了。如果 CEA 的投资彻底泡了汤，魏哲的客户资源对我们就太重要了。这个时候可不能让他出局啊！心字头上一把刀，该忍就得忍呐。转发32，评论141，发布时间19个小时。你们这条长微博除了提醒 CEA 有这回事儿以外，可以说是效果甚微。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吗？没有实锤。话题 OK， 性与暴力是极具关注度的2个话题，语言也有煽动性，但就是没有实实在在的证据，什么也说明不了。你要什么样的证据？图片啊，视频，或者微信聊天记录截屏。录音行吗？你有录音？我有。有，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啊？我也是无意录到的，之前没有想好要不要公开。这不是魏哲说要证据吗？你喝醉了。我酒喝多少？我没醉。可是我快喝醉了，我要先走了。别走，再陪陪我。你别这样，你真的喝醉了。你穿这裙子真的太美了，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男人都喜欢女人穿制服，太美了。Peter， 你别这样，你别这样。你的声音太美了，我知道你也喜欢我，是不是？Peter， 你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可以了，你放开我 ，Peter， 放开我。这就是我要的实锤。路易斯，安排好了吗？安排好了，20家大营销号转发，3000水军支援。这件事要是上不了热搜第一，安东把脑袋摘下来给你。发，我摘。事发当晚，我无意中用手机录了音，现将音频发布在这里。之前我一直犹豫，现在决定曝光这件事情，不光是为我自己，在 CEA 像我这样的女分析师就有100多名，全行业更是不计其数。这其中有很多人和我一样是性骚扰的受害者。怎么了？没事儿。OK， 我的车马上来了，要不我送你回家？不用了，我刚手机叫了车，而且我们方向不一样。其实你不用客气，我愿意送你回家，所以你住哪儿都是顺路。真的不用了。车来了。行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 ，Sophie， 没事，来吧。真的不用了。我那个车马上就到了，而且临时爽约不大好。不好意思啊。OK， 明天见。Peter， 你别这样，你别这样。你的声音太美了。这其中有很多人和我一样是性骚扰的受害者。如果我不站出来揭露这些人的丑恶嘴脸，就会有更多女性受害。所以，我愿意做第一个揭开伤疤的人，替所有被性骚扰的女分析师讨一个公道。女性职场的权益不应该是说说而已，她们需要尊重。实锤，这就是实锤。一实锤下去，已经转发2000，评论3000。
不行，我必须马上给老大打电话。放开我！哎，告诉魏总还在涨。方彼得先生，现在外面微博热搜提到的Peter是你，请问你对此有何看法？你打算怎样面对呢？你现在是要去公司上班吗？听说您曾经声称招人主要先看颜值，然后再看业务能力，什么事儿？对此您有何解释？什么事儿？Peter先生说一下吧。性骚扰是真的吗？喂 ，Peter，你今天不要来公司，现在记者把公司大门都堵上了。师兄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之前不是说要跳槽吗？今天去一家公司面试，我有点紧张。我刚好路过这儿来看看你，我也想让你给我鼓鼓劲儿。你一定没问题的。幸运小唐，加油！哦，对了，我看到郑琪那条微博了，朋友圈都刷屏了都，听说是你干的。你魏同学能有这样的正义感，我真特别佩服。我支持你，你做得对。其实这次多亏了魏哲帮忙，不然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好事情。看来魏哲对你还挺好的。我挺佩服他的。你知道，在 DL 当总裁真的太难了。我妈说的对，我得好好的抓住他，好好的依靠他。哎，对了，你待会儿去哪个公司面试啊？哦，一个电商平台。这是一个新兴行业，哦，这个行业很有发展前景的，我们公司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。那个 NewFace 你知道吧？他们马上要做一个新的买手类的电商平台，全案是交给我们的。是吗？哎呦，那你到时候可得多指点指点我，我也想在这个行业里边多积累点经验，有朝一日呢能够自己创业。其实我们也是刚刚开始，一起学习吧。行，一起学习。啊，我可以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吗？你说。我觉得你今天穿的太严肃了。电商平台呢，讲究的是活力、创意，所以你应该穿的休闲一点。是啊，有道理。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女人不是个省油的灯。本来就不应该把他叫过来。你看他现在把事情闹得这么大。彼得，你说实话，你到底有没有碰他？我跟你说过几遍，我是碰了他，但我觉得他是自愿的。自愿，这就是个普通的约会。可是那个录音里头听着，他不像是自愿的，他是在拒绝你啊。他录了音了，这说明他是有目的的。哎呀，这事儿吧，要不这几天呢，你就先别来公司了，门口围着一堆记者呢。你先去酒店多待几天。我怎么可能待在酒店？这儿那么多工作，过几天我还得去深圳。你开玩笑？你不能着急呀！我不急什么？我有 family， 我有 reputation。上个月我还去参加了亚太女性权益保护会。现在闹出这事儿，我脸丢哪儿去了？你总得给我点时间，让我好好想想办法。我就知道你不信我，这个女人就是想害我。我再强调一遍，我没有性骚扰她，她全是自愿的。还有那个什么，那个 DL 公司，全是他们搞的鬼。现在。你去给我找一个公关公司，看谁玩得过谁。Two can play at this game。郑琪女士因半年业绩考核不达标，按公司规定解除合同，公司提前1个月通知，并给予 N+2倍的补偿金。以上行为符合国家法律和公司规程。第二，郑琪女士在网络上发布的长篇微博文章，著名投行创始合伙人性骚扰女下属，女下属不从，反被辞退，其内容严重不符合事实，对 CEA 公司和方彼得先生个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。我们公司将保留对郑琪女士采取法律措施的权利。第三，
对于在网上大肆传播不实谣言的某些个人和公司，我们公司也将保留采取法律措施的权利。怎么看？这篇声明还真是简单粗暴。一，他们认为这是劳资纠纷，他们没做错。二，郑琦在诽谤，他们没有性骚扰，他们准备起诉郑琦。三，他们认为我们 DL 在传谣，也准备起诉我们。与其说这篇声明是发给全网的，不如说是专门发给我们看的。咱们怎么分析？路易斯，再去把郑琦请来。可以了。咱们开始吧。方彼得也性骚扰过别人吗？我不知道。错，你知道。可是如果我说我知道，别人会不会觉得，那你为什么要跟他单独相处？你只是听说他有这样的情况啊，而且他是你老板，你不能拒绝他。那你看我这么说行不行？我只是听说他有这方面的问题，但是他是我老板，在一切都没有发生之前，我没有理由去躲着他。正确。深夜接到方彼得的电话，约你吃夜宵，你没有觉得不妥吗？当时是觉得不妥。那你为什么还要答应他？我说了，他是我老板啊。据我所知，你们投行经常加班，所以一起出来吃宵夜的机会应该很多吧？挺多的。那他叫你出来吃宵夜很正常啊，不是吗？是挺正常的。那你就不应该觉得不妥。那我这么说，我接到他给我来的电话，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，因为我们经常加班到深夜，一起吃宵夜的。正确。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不对了？我们一起回酒店，他让我回他的房间。那么晚了，你为什么会同意去他的房间？我再说一遍，他是我老板，而且他只是说让我去他房间喝一杯。我想，那就喝一杯，毕竟不太想不给他面子。挺好的，实事求是嘛。说的太无懈可击，感觉像是设计过的。其实不光是觉得不给他面子，怕他不高兴，还有一点就是，他比我大那么多，而且我刚调给他做助理没有多长时间，我们并不熟。我想，他不至于对我做出那样的事情。没想到。你向公司申诉了吗？申诉了，他们对我置之不理，还要解雇我。他们说解雇你是因为你业绩不好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我们一个项目的进展都是半年到1年，我的项目都还没有结束，业绩都没出来，而且打分都是老板打的，根本没有评定标准。挺好的，按你刚才说的再录一遍。你好，请问一下，这件事情已经发生1个多月了，当时你没有说，现在为什么要站出来了呢？那件事情之后，我一直很害怕，我以为一直躲着他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没想到，公司突然劝我辞职，我向公司提出申诉，他们非但不理，还以我业绩不好为名，直接把我辞退了。我觉得这对我很不公平，所以现在才决定把这件事情说出来。那么晚和一个男人去酒店，你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吗？我们这一行加班熬夜是常态，有时候经常很晚了，大家会约着一起去喝一杯。而且他是我老板，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对我有什么企图。能明确说一下，方彼得一共对您性骚扰过几次？各位媒体朋友，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我相信大家已经非常清楚了。这个发布会是我们办的唯一一次发布会，以后不会有第2次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高抬贵手，不要再反复的询问和采访郑琦，更不要去打扰他的家人和朋友。还有就是希望大家在写稿的时候能够明确一点，这不是一起娱乐事件。谢谢大家。谢谢各位，发布会到此结束，请各位到休息室，我们为各位准备了茶点和饮料，请这边。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，这是一起严重的社会事件。
其实，受害人不仅仅是郑琦，也包括 CEA 办公楼里的女分析师们，还有我们的同事、朋友、家人，甚至电视机前的你，都有可能或者曾经遇到过类似的骚扰。像 CEA 资本这样的跨国企业，发生性骚扰事件绝不是个案。为什么大多数当事人选择沉默和忍气吞声？为什么当受害人里有第一个人站出来提出诉讼时，CEA 资本敢用一纸辞退通知来解决问题？谁给他们的胆量？现在郑琦站出来揭露真相，我代表本台和妇联对他的勇气表示支持。女性朋友们可能知道，最近在美国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 Me Too， 也就是我也是的运动，得到了全世界妇女的响应。如果你在职场或者公共场合遇到了性骚扰行为，请你勇敢地站出来，举报揭发他们。本节目和市妇联权益保障部联合开通了举报热线400-521-9999，我们随时准备帮助你，捍卫你的权利。魏总，妇联打电话来了，说妇女权益保护中心要来咱们这儿了解情况，他们非常关注郑琦的性骚扰案。这件事让江总跟他们对接，让安东安排在周5下午。好的。下周3之前江总的采访真的都约满了，只有周5下午有时间。周5下午不行。怎么了？你还得安排时间让江总与妇女权益保护中心的人谈事儿。什么情况啊？魏总让你安排的。OK。喂，现在周5下午也不行了。目前来看，整个性骚扰事件已经达到热度顶峰，短短几天，全网信息量高达162.5万条。本月头10大社会热点事件里，后9条的全网信息量加在一起，还要比这件事情少20万条。这么高呀？必须的呀！我说了，你一定会火遍全网的。你看，先让你写。江总，现在就看 CEA 的公关部门如何回应。他们应该是请了新的公关公司，否则写不出那天那篇声明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郑琦吗？哦，是的，您是哪位？啊，您好，我是东都周刊的特约记者焦涵。东都周刊的记者，我们来处理。喂，你好，我是郑琦的公关顾问，有什么问题请问我。公关顾问，是这样，我们想就郑琦被性骚扰的这件事情发一篇特稿。哦，发特稿啊？挂，媒体统一回复。不好意思，我这边有个电话进来，稍后回复您好吗？拜拜。把你所有的私人社交账号和密码写在这里，这个是你的新手机。这个手机号码除了我们，你只能告诉你最亲近的家人。最近你不可以跟外界联系，由我们来跟媒体统一打交道。好的。微博什么 Insta 账号你都写出来。文森特，好久不见。反正人家已经开了发布会了，你知道吧？再上网看看去。网上现在到处都是 CEA 的高管性骚扰女员工的帖子，拿人钱财与人消灾，知道吗？我给你们出了多少公关费啊？你们在干什么？道理都明白，邓总。明世既然拿了 CEA 的钱，我们自然就会办事儿，但具体怎么办，您还得要听我们的，因为在处理危机公关的事件上，我们更专业些。是，你们是搞公关的，当然听你们的。你总得说说看，你们打算怎么办呢？怎么应对啊？什么策略啊？我们准备什么都不做。什么？以我对魏哲的了解，我们现在有任何回应，他都已经想好了下一步怎么应对。只要我们跳出来，就会被他牵着鼻子走，因为人家手上毕竟有一段录音，而我们手上什么都没有。这就是你的办法呀？什么都不做，那我花钱请你们干什么呀？邓总，我的话还没说完呢。什么都不回应，并不代表以后我们就没作为，因为现在正是这件事情热度最高的时候。如果我们现在跳出来，是魏哲他们巴不得看到的，因为这样事情的热度将会越来越高，影响力就会越来越大。
所以这件事情最佳的处理方式就是冷处理，最多1个礼拜，事情的热度就会降下去。俗话说得好，1个巴掌拍不响。其实他们现在就是想利用舆论来给 CEA 施压，一旦公众对这件事没有那么关注了，到时候我们也就什么都好谈了。冷处理啊，有把握吗？这若是万一……没有万一，邓总，我们什么都不回应，并不代表我们闲着，该做的准备我们照样会做，因为我们要让他知道这场硬仗没那么容易，才刚刚开始。这个会议是我提出召开的，感谢大家赏脸参加。我主要讲2件事。艾米，以下的内容都记在会议记录里，作为警示，下不为例。上次因为郑琦的案子，我说了一些很冲动、很不负责任的话，我觉得我应该向大家道歉。但是我的本意是希望我们能够团结。DL 走到今天这一步很不容易，在座的每一位都付出了很多心血，所以我不希望咱们因为这么一点点小事闹得大家4分5裂的。我来 DL， 我是希望能跟在座的每一位去开拓我们公司的美好的未来。请你们相信我的诚意。现在我正式向大家道歉。魏哲说的对，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团结，不能没等敌人打进来，我们自己先瓦解了。不过我也重申一点，江远鹏江总永远是我职业的领路人，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，我永远都不会背叛他。我也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表明这个态度。魏哲，我接受你的道歉。谢谢。我也替我爸爸谢谢你。谢谢大家。在这里，我为我之前的任性跟大家道歉。歉祷完了，现在我说第2件事，跟大家宣布一个消息：第一资本已经正式提出要入资 DL。温森特已经找我聊过了，他表示要支持我们继续推进 IPO， 而且投资额度大，条件优厚。之前怎么没跟我说啊？你帮别人写微博也没跟我说呀。第一资本在这个时候提出注资，难道就没有其他条件吗？当然有，条件就是我们必须打好和 CEA 的这一仗。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了？没有了。第一资本和 CEA 是死对头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从道理上、逻辑上都说得过去。那也就是说，要想让第一资本注资，我们 DL 就必须要接郑琦的案子。是的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我还是不能认同江总之前的做法。你太冲动了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个人的情感永远不能凌驾于公司的利益之上。事情已经发展到现在这个状况，无论是复杂的社会因素，还是第一资本的进入，我都觉得我们有必要重新讨论一下这件事情。我自己也是女性，对于 CEA 的做法，我非常的痛恨，所以我觉得 DL 应该全面接手郑琦的 case， 不仅要接，而且要做得漂亮。